中國這邊熱搜還在感動馬克龍用中文說謝謝中國，好友誼，好關係，好未來。結果人家剛一落地，轉身接受法國媒體採訪，就把刀架到了中國脖子上，不削減順差，那就準備挨關稅吧。在中國的輿論場裡，很多人還沉浸在元首外交中法友誼的精修視頻和暖心片段裡，以為這是一次增進互信的重要訪問。可在歐洲的語境裡，這次訪華更多是一次赤裸裸的清算之旅，要麼讓利，要麼加稅，別再把歐盟當提款機。馬克龍說得很直白，中國對歐盟的巨額順差是在扼殺自己的客戶。2024年，歐盟對中國的貿易逆差達到約3058億歐元，折合大約3559億美元。這個缺口比2023年還要再大一截。法國自己一年就對中國倒虧了約470億歐元，這意味着法國賣給中國的遠遠不夠買回來的多。這種你一直掙錢，我一直流血的結構，在危機少的時候叫全球化分工，一旦經濟變冷，就會被翻譯成你在掏空我。歐洲這次急眼，不是因為突然發現中國厲害，而是突然發現自己快混不下去了。汽車、機械工具這些曾經的歐洲看家本領，正被一車車、一個集裝箱一個集裝箱的中國產品往角落裡擠。更扎心的是，美國早就先對中國商品加了關稅，一部分中國產品乾脆繞過美國，直接洪水倒灌歐洲市場。在歐洲政客眼裡，這不是普通競爭，而是生死問題，要麼保工廠，要麼保規則，最後發現兩頭都保不住。馬克龍話裡幾乎沒有任何曖昧空間，如果中國不收縮順差，歐盟會被迫模仿美國，對中國產品加徵關稅。更關鍵的是，這不是他一個人的臨時起意。他說已經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溝通過，意味着這可能是接下來一整套歐盟集體動作的前奏。歐盟內部要在關稅問題上達成共識確實不容易，因為27個成員國的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但當被中國或衝擊的情緒在法國、德國、意大利輪流發酵時，政治上的壓力就會慢慢堆成一道真正的關稅牆。馬克龍的表述裡有一個特別刺耳的詞：掠奪者。他說，不能讓中國企業像掠奪者一樣在歐洲橫衝直撞。這不是簡單的罵人，而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敘事。一旦某個國家、某類企業被貼上掠奪、霸權的標籤，下一步的制裁、限制、排斥就可以冠上正義的名義。一邊是希望中國多去歐洲投資，幫忙填補逆差，一邊又要防着這些企業在當地搞霸權。對中國企業來說，這就是最糟糕的局面。你被需要，但你也被討厭；你被歡迎進來賺一點錢，但你隨時可能被趕出去當反面教材。其實這一切都不是第一次發生。去年歐盟對中國電動汽車加徵關稅，法國是站在最支持那一邊的國家之一。結果北京馬上反手對法國干邑白蘭地設定最低價格限制，搞得法國的豬肉、乳製品行業也跟着心驚膽戰，生怕自己成為下一波被報復的倒霉蛋。這種你对我加稅，我就卡你某個出口行業的互相掐脖子方式，短期內可以出一口氣，但長期看只會讓雙方更加敵對。對普通人來說，看到的就是東西越來越貴，工作越來越難，情緒越來越炸，而背後那串複雜的數字，誰都看不懂，也沒人有耐心看懂。更諷刺的是，就在法國高調警告中國的時候，美國那邊擺出的是另一套姿態，一邊說中國目前還算守約，一邊強調我們會一直盯着。美國貿易代表格里爾公開表示，中國目前在執行前陣子和總統川普達成的貿易共識，比如增加採購美國農產品等。大豆是最典型的一項，中國承諾購買約1250萬噸美國大豆，目前大概完成了1/3左右。
美方還順手補了一句，自從這項共識達成以來，大豆價格已經漲了約12%到15%，農民心裡多少鬆了一口氣。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大豆就是嘴邊的豆漿，餐桌上的豆制品，養豬養雞的飼料基礎。當中國被迫在一個具體數字上跟美國綁定採購時，實際上是在用自己的糧食安全和進口結構去換一紙暫時別翻臉的協議。更深一層的無力感在於，這些採購節奏、價格波動，對普通家庭來說幾乎是看不見的隱形成本。你只是在超市裡看到肉價、油價、豆腐的成本一點點變貴或變便宜，卻不知道背後是一場又一場被人點名考試的貿易談判。說到高科技，美國的態度就更清楚了，大豆可以談，芯片不能隨便賣。格里爾在被問到英偉達等公司是否應該向中國出售先進芯片時，回答只有一句核心：國家安全優先，什麼能賣，什麼不能賣，這條線會不斷調整。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中國在高端芯片上隨時可能面臨斷電的風險。今天可以用的算力，明天可能因為一紙限制就被掐斷。任何行業只要沾上高科技、人工智能、軍事潛力，就可能被卡住脖子。10月30日，美國和中國的領導人會面，看上去像是一次緩和氣氛的外交秀。中方同意推遲1年實施稀土出口管制，美方則暫緩把幾千家中企列入出口管制黑名單，同時中國恢復購買美國大豆。這些聽上去像是雙贏妥協，但每一項都寫着隱形的有效期，只要美國覺得不夠安全或不夠划算，就可以隨時拿回來重談。中國能做的，往往只是一次又一次的被拉到談判桌前，把本來就不充足的籌碼再切一塊出去。從法國到美國，口徑不一樣，動作節奏不一樣，但方向高度一致，要麼擠壓中國的貿易順差，要麼鎖死中國的高科技上限。對他們來說，中國已經不是世界工廠這麼簡單，而是一個必須被限制、被重構、被重新定義的位置。而在中國的官方敘事裡，仍然關鍵字不斷重複：合作共贏、互利互惠、開放姿態。現實卻是，世界給中國設計的角色越來越像一個被監管的大號供應商，一邊被要求繼續供貨，一邊隨時被罰款、抽稅、加限制。這只是故事的上半場，下半場更殘酷的問題才真正開始。當外部世界同時對你加稅、限購、卡脖子時，中國普通人的工作、收入、資產會被怎樣一點一點掏空？這才是最難熬的部分。中國的問題從來不是被誰欺負，而是當世界開始算總賬時，這個國家到底還有多少底牌可以打？而大多數普通人根本連坐上牌桌的資格都沒有。這就是今天的中國，外部世界把你當要壓制、要防範、要剝削的對象，內部結構早已高槓桿、高成本、高焦慮。每一次外部的加稅、封鎖、審查，最後都會順着產業鏈一層一層壓到最下面那群普通人頭上。沒有硝煙，卻像戰後重建。只是這一次，沒有人會告訴你勝利就在前方，更多人只會對你說：別鬧了，認命吧，能保住現在就不錯了。